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洛阳，城坚墙高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还有那个福原二，他虽然是番将，但他是孙敬旧部，对孙敬一直忠心耿耿。崔十七郎，攻城是下下之策，而且我们的左近还有崔家军虎视眈眈，万一我们攻城失败，将会腹背受敌。洛阳城也并不是没有破绽，孙敬的内弟郑国公，不是在洛阳城督战吗？此人志大才疏，又素来与福原二不和，我看他就是洛阳城最大的破绽。十七郎，洛阳城中派出密使，想见你。请。福公竟孤身至此，果然好胆魄。皇孙过奖了，福某无他，唯胆壮耳。哎，你必是裴县的小儿子吧？想当年我和你爹一起领兵征伐翼罗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福公10几年前征伐翼罗时，单枪匹马连闯王帐，直取翼罗王首级。李逆当时年幼，只是当故事听听。如今得见真人，方知福公神勇，确如故事一般。老了，不提当年勇，17郎才是少年英杰啊！前辈面前，怎敢谈英杰二字？请。镇西军和崔家军在并州的事儿，老夫都听说了。这韩立既是皇孙所获，那为何不将建州城也一同获入囊中，反而让崔家占了个大便宜？我们镇西军不像崔家军这么财大气粗，所以只能拿建州换取粮草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皇孙就不想出口恶气，把那崔家的粮草辎重夺过来？福公怕是忘了，我为何兵临洛阳城下？皇孙想要洛阳，福某心知肚明。只是眼下镇西军缺少粮草，人困马乏，强攻洛阳，不过是突然替崔家军做嫁衣，这顿亏，皇孙还没吃够。这世人皆道福公勇猛无仇，没想到这离间计用的也是如此高明。虽是离间，也是实情。皇孙此刻不出手，难道就放任他崔义势大，一路坐收渔翁之利，终成心腹之患？难道他崔义就比大都督还更好相与啊？
福公有话，不妨直说。眼下两军压境，福某深受大都督私恩。以皇孙目前的兵力，若要攻破洛阳城，绝非易事。不若在3日内击溃他崔家军，一旦事成，福某立刻奉上城中半数粮草。镇西军只要绕城而过，福某绝不阻拦。皇孙不妨考虑，明日给我答复不迟。好。老夫先告辞了。哎，我已命人备好了30车粮草，今夜就可送达，作为老夫此行赠礼。福公就不怕我收了粮草之后，转头就攻打洛阳？30车粮草，老夫还送得起。告辞了。韩立这个蠢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掉了兵将2州。我还以为他经营多年，起码能耗得镇西军大伤元气，没想到他中看不中用。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韩立自不能敌。如今镇西军必然剑指洛水，咱们对百越的大军是不是暂时先撤回来一些？南征百越是开疆辟土之大事。李氏玉朝100年来，数征百越皆大败而归。若是我能够平定百越，便可让天下应服。是，但如今战局危急，征兵吧。再从各道多征一些兵来。李逆虽能，但那兵马有限，便是为。我也要将他困死在洛阳之畔。还是西域的葡萄酒啊！石七郎，你说这个福元二，那真的就是老谋深算。这招离间计用的是光明正大，我们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。唉，这福元二，此等大将，有勇有谋，却只对孙敬忠心耿耿。真可惜。石七郎，你说他刚才说的话，几分真，几分假呀？明早给福元二回个信，就说我答应了。什么？你答应他要去打崔家军？再替我给崔家军也回个信。你又要干嘛？这不趁着还没有大打出手之前，把该占的便宜，连本带利都抢回来。国公，你不能！我是郑国公，你都给我滚开，狗奴才！国公，我要见福元二。国公，好你个福元二，目中无人，悖逆狂妄！我回洛阳已然半月，你竟一直称病不见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已然得到密报，说前几日你独自一人前往镇西军大营，私会了李逆。说，你是不是背着大都督与李逆有什么勾当？没错。3日前，我确实去了镇西军大营，还见了李逆。好，既然你都招认了，那就快快交出帅印吧。啊，傅老将军，你可是手握着洛阳军政大权，万一和李逆有什么里应外合的话，岂不是对大都督不利？帅印，那是大都督亲授，除非大都督亲至，否则我是不会交出帅印的。巧言令色你！我见李逆是想逼迫他去打崔家军，两军现陈兵落水，
若是联手，这洛阳城就凶险得很呐。最好的法子，就是让李逆去击溃崔家军。那照福老将军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真有法子让李逆打崔家军不成？巧了，这李逆刚派人送了信来，说今日魏氏将出击崔家军，郑国公可有幸随老夫一同上城楼，去瞧瞧热闹？福公一见，成军一诺，今日魏氏出击崔家军。你还是在后方略阵吧，哪有主帅当先锋的呀？我若不亲自上场，福元儿怎么会信？再说了，咱们得让崔家军瞧瞧咱们镇西军的实力。镇西军以全数而出，杀向崔家军。你俩在这打什么呀？石家庄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，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呀！走！你往哪踩啊你啊！竟敢踩你爷爷的手！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我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石七郎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，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，
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哎，副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，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，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呢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疼吧？不疼，就是蹭到了。阿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子，公子，没事儿，我没受伤。没有伤到就好。公子，崔家军的人，有人想杀我。不对，刚才我戴着面具，他们以为我是你。是有人想杀你。那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崔家军中的人，能一直这样不遗余力地针对你我，还能有谁呢？看来这个崔丽隐忍多年，终究是忍不住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让他掀不起风浪来。石七郎，哟，石七郎，今儿叫我来，不喝酒了，改喝茶了？以茶代酒，千饮几杯。哎呀，如此好茶，得多饮几杯。不对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？哎呀，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原来他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家小妾。哎呀，石七郎，你的朋友还没把这件事情放下呢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呢。哎，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，啊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个何校尉和崔公子来往密切，就算不是他的妾室，这两个人必定有私情。石七郎，我们和崔家军虽然同是秦王之师，但是这个崔家是肯定有异心的，将来会成为国朝之患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你喜欢那个何校尉，是不是？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下回我收敛一点。你干嘛去啊？小伟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桃子，帮我把最毒的毒药拿来，沾唇即死的那种。你要毒药做什么？去拿来就是了。哦，行，我这个去。毒药。哎呀，最毒的毒药，
怎么，何校尉知道我来了，想杀我灭口啊？皇孙受了伤，不在营中休养，到我这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以前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今日公子身体不适，我才替他上阵。哦。 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……我知道你其实压根就不是崔公子的小妾。我就不是。那又如何？ 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！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如果我抓到郑国公，洛阳就归我，如何？那不行，即便你能抓到郑国公，除非你们镇西军不需要我们崔家军相助就能攻下洛阳，否则洛阳不能归你。嗯。小伟，毒药拿来了，咱们是要去给镇西军下毒。回头再跟你聊聊这件事。小伟，这李皇孙怎么来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还有以后再说？你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我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。这毒药还用吗？崔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辅公所望。这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辅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辅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辅公了。 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石七郎，这不是福元儿答应给咱们的粮食吗？咱们干嘛还在这儿埋伏？待会儿。 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。什么戏法？就从这粮食里面，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啊！出！ 林动！裴将军啊，这够吃多长时间啊？够吃一阵了。这还抓到一条大鱼呢，这下洛阳城啊稳妥了。这就是孙敬的小舅子，郑国公是吧？啊，哎，长得也不咋好看呀。就是啊，那孙敬的老婆长得肯定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国公这样的大官。这甲不错呀，不错呀。这样的大官就义道，竟然嗷嗷的哭。洛阳城的亲贵子弟躲在这个粮车上想偷袭我们，还是我们石七郎神机妙算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镇西军李逆、崔家军崔林合围，带着郑国公及其随从亲贵前来城前，说愿意用郑国公及被俘的城中亲贵换取城池。换什么换？什么郑国公、外国公，都比不上洛阳城。这等泼皮无赖的事，也只有你们镇西军做得出来。你别看泼皮无赖，可是管用啊！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才不跟你赌呢！姓符的胡儿，给我听好了！我们家皇孙，李元帅说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。我们保证，不拿城中的财帛，不伤害城中的百姓。怎么样啊？这买卖划算吧？郑国公可是孙敬的内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孙敬那个大都督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不如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砍孙敬，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扶阳，你疯了！扶阳，别，你放啊！别，放啊！扶阳，别啊！服务员，你这个混蛋！服务员，你给我往死找你！城里的千万万人可都看着呢，大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剑法不错呀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射中郑国公的心口，那可就不好用了。我已经派人进攻瀛州，不能再让崔乙那个老儿坐享清福了。哼！大都督好一招围魏救赵啊！如此，崔家军必得放弃洛阳，持救瀛州，就剩下镇西军，孤掌难鸣，正好各个击破。传话给福元，郑国公贪功误国，死不足惜，叫他不要顾虑，坚守洛阳为上。是。但魏国夫人那里……夫人聒噪，我不理会便是了。李逆的那两个兄长，如今还在江南吗？啊，李俊和李来皆无领兵之才，此刻仍被困在江南，不足为惧。哦，放他们出关吗？大都督的意思是，兄弟3个人聚在一起，方知谁是鲲鹏，谁是雀鸟。那两个雀鸟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展翅高飞呢？大都督妙计，自古以来便不缺兄弟戏强之时，这李逆也该尝尝各种滋味了。来，这个孙敬用兵诡计，派大军进攻瀛州，但崔家军的主力在此，只怕父亲那边撑不了多久。孙敬这是围魏救赵，逼我们退出洛阳。我还是动身回瀛州吧。现在回去也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主要瀛州路途遥远，若是能借到望州，倒是可以在路程上节省好些时日，既能解瀛州之围，又可拿下洛阳。可望州在李逆手里，只怕他不肯借道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这件事情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什么？瀛州告急？消息非常可靠，孙敬大军已经在路上了。看来崔家军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但他们未必能赶到瀛州啊。若要及时赶回的话，崔林得需借到望州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望州借给他们？我等他们来还。
高儿，你陪桃子姑娘去找医书。是。桃子姑娘。哎。 东都之壮阔，唯登高可见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诗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忽生感慨，穷极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入战火，岁无宁日，不知何时能现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，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那日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。不是不行，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1数到10，在数到10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赌。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正面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1，2，3，4。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；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言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你是唯一的誓言，经常不宣。你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。你输了。自相无憾。多远的距离，都有你的回应。擦肩的瞬间，像流星被暂停。熟悉的声音。喂，刚才可不可以
以不算啊？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道长，我听说太清宫藏经阁内有一本医书，乃是孤本，能不能借阅一览？祖师爷立下的规矩，藏经阁中的书从来不外借。道长，我愿意诚心为观中挑水洒扫，只请道长能够允许我入阁借阅。挑水洒扫都是重活，你一个姑娘家，道长，我愿意帮他挑水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他洒扫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忙，还请道长行个方便。那烦请二位去挑水，烦请你们二位去洒扫藏经阁。哎，桃子姑娘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是来帮我干活的，又不是来替我干活的。还有啊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帮你。那。看二位的模样，都是读书识字之人，还请二位在洒扫时爱惜书籍。是。是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收拾吧。让皇孙亲自干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既然我赌输了，就让我先略表心意。惟妙惟肖，画得真好。此画命名为《皇孙劳作图》，你觉得如何？题名更好。想必这是要赠予我了。这是我画的，为何要赠给你啊？可你画的分明是我，自然归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在笑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不能说。你快说，你在笑我什么？要是我说了，你不许生气啊。你先说来听听。你呢，将我放在你胸口，日日夜夜这么带着，思念时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，我自然高兴，我一高兴就笑了。油嘴滑舌。哎呀，多谢强赠。你这个人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既然你赢了赌约，那我依约让你借刀望州。只是，你如何才能答应我救出我父亲？
那你不妨考虑一下，帮我攻下洛阳。好说。皇孙就这么有把握，已经可以攻下洛阳了？首先呢，你我联手陈兵洛阳城下，就已经有了5分胜算。郑国公被擒，7分胜算。福云二虽然悍勇，但他并不明朝中的政局，更不知那些世家的打算，9分胜算。这都已经有了9分胜算了，这个洛阳城不尽在掌握之中吗？皇孙如此替梁王谋划，梁王何幸？他是我的父王，我自然会救他。他在孙敬手中，我怕我们攻破洛阳，孙敬未必不会起杀心。那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傅元儿假借大都督之名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元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傅元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话说得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，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。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斩死寻常！撤！先去粮堂，放先士去了。镇西军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福元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我欠大都督一条命，原本想守住洛阳，来换这条命，没想到洛阳一失，看来今天我真的把这条命还给大都督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将来的天下，就是你们这等少年英杰的。等到你和他
争夺这天下的时候，那将是何等的精彩啊！可惜，老夫看不到了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，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。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